小弟还戳了他一个伤害加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破坏神2代重置版》，今天仍然是兵法师的流程，今天是普通的第4章。我现在的等级应该是24，刚刚出了暴风雪。这样的话，法师的输出又上了一个台阶呀。给小弟买一个枪，不能光咱们输出猛啊。22到53，算了，不换了，毕竟是一个黄金的呀。法师的暴风雪还有寒冰球呢，可以混在一起使用，所以说现在可以2种攻击手段一起进行输出。这个输出真的是猛了很多，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冰球伤害已经近300了。法师系的角色都面临一个问题，他们的输出巅峰啊，一般在噩梦就能达到了。但是你地狱难度呢，就会明显感觉出打的没有噩梦顺畅。这次我从下方开始找图，看起来下边没有啊。不过法师有 TP 无所谓。咱们24级。25级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换上死灵法师的那把精神剑了。这里竟然有电轨。但普通难度的电轨呢，咱们不怕。其实地狱的我也不太怕。上一个角色录制的是死灵法师，在世界石大殿2层的时候就遇到电轨群了。作为死灵法师呢，咱们也安全的活下来了，并且在那张图呢把传送站也踩了，然后顺利的到达了3层，中间呢还消灭了不少电轨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首先你要对它的攻击节奏有一个认识，第二呢，跑位方面也要注意。其实最需要注意的呢，就是头上顶着伤害加深的时候，不要那么猛了。这张图也探了大半圈了吧？好，这里是向下一张图了。我感觉应该快找到伊佐尔。找到伊佐尔呢，对咱们的输出又是一个提升。好，在这儿，哎，他看了我一眼没动啊，去找我小弟了。伊佐尔其实还是挺肉的，但是暴风雪里吃了这么多发冰球，也是扛不住。2个技能点到手。和冰封球相比呢，暴风雪这个技能受到更多的技能加成。那其实这款游戏呢 1.09 的战王我玩的时间是最久的，那个版本啊，我是更喜欢冰封球的。所以有可能噩梦难度呢，咱们用冰封球来打。好，这里的地图也探得很顺利啊，就在入口左转不远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要去砸石头了。
普通难度啊，我也没指望他给我砸出什么。其实我现在很需要12号。练级的话，就后面我自己单独练了。到了噩梦难度，可能我需要洗一下点儿，把这个技能点数啊洗成冰封球，咱们用冰封球来打噩梦。地狱呢，可能又会换回成暴风雪。刚刚已经看见了任务提示啊。很迅速的就把他干掉了。把这里清一清，有怪的情况就很难去砸石头。石头先摆上。哦，锤子我还没捡，只顾着清小怪了。好，看一下出了什么呀？我的天啊，艾德一枚，这我还说12号呢，你们2位数给我砍成个位数了。买点药。买药呢，按住 Shift 按右键，可以直接把你药袋里的位置买满。这个戒指不错，这是死灵法师打出来的，有3系的抗性。戴着就感觉安全了不少。行了，咱们去打大菠萝了。打第5章之前，我应该会把等级练到28、9级，这样我感觉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级别范围。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级别不够的话，感觉跨级打怪得到的经验反而很少。前方不远了。我在这章呢，1级也没有升啊，这经验好像只涨了30%左右。在这里呢，经验涨得很快，一会儿练级呢，我也会回来到这儿来练，顺便呢打大菠萝。等于 MF 了。噩梦呢，换冰封球来打，这个我还是有点期待的，感觉打法很怀旧。但是 1.10 之后呢，很少有人这么玩了。你像是弓马的话，很多人喜欢炮轰，我就不喜欢，我就是喜欢多重剑加上导引剑。同样是弓马呀，
也是两种玩法。这个神殿在这儿啊，给了一个防御的，还行，算是有用。最理想的是一个技能的，咱们可以先不捡，一会儿打大菠萝之前再捡。我左手呢，现在放的就是寒冰球。放在左手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你想强制发射的时候，可以按住 Shift 按左键，不需要瞄到敌人就可以扔出去。把这个也开了吧。因为暴风雪的话，毕竟是一个 AOE， 所以说它不怕人多呀。一地的药瓶，骸骨魔杖。这个魔杖我为什么捡呢？有的时候你在现阶段捡到一个，可能那边死灵法师可以用到通了地狱啊。好，西西之王的，这一堆好像没有西西之王啊。西西之王的光环呢？哦，在远处。看我的经验啊，87%左右。咱们去把防御的神殿捡了，这样自己会变得比较硬。小弟不硬啊。小弟还戳了他一个伤害加深，啊，爆的还挺齐整啊！上面给我镶了一个符文13号，下边4个摆的整整齐齐。反正我也习惯了这种待遇，对吧？没一件我能用得上的，我就暂时忍了呀。回来把小弟也复活一下。现在游戏水平真的下降啊，小弟竟然挂了。那好吧，时间呢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